3月已至，花园也逐渐苏醒过来。那今天我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我家花园在3月的景象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朝北面的花坛。在2个月前的节目里，我介绍过我在去年的冬天给这一个花坛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改造。当时所有的植物都是灰头土脸的，但经过2个月，它们现在已经是生机勃勃的样子。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是风信子，这些风信子在我家已经有10年之久，它是上一任业主种下的，它每年都能在这一个朝北的花坛顺利复花。在风信子的后面是我2个月前才刚栽种的铁筷子，它居然也已经抽出了花苞，它的颜色是一个紫红色。在风信子的旁边是艾玛汉密尔顿夫人，这是一个 David Austin 的月季，现在也已经是枝繁叶茂的样子。再过来一点的这一个金边的植物则是有点草。而在这些植物的后方，这2棵长得很高大的，正是我在去年秋天才发种子的苗，它们是蕾丝花。每次看到这些从种子发起来的植物，我都不得不感慨，植物的生命是真的顽强呀。而在这一片花坛的最后方的这一个白色和绿色相间的植物，这是我从树下挖过来种植的花叶绣球。接下来这里是我白色花园小径的部分。我曾经一度想创造一个白色的花园，但是我知道这非常的挑战自制力，因此呢，我就想着先从这一个小径开始做实验。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是种植了一些白色的球根，例如是洋水仙、风信子，搭配着杜鹃以及其他白色的花卉。那今年我们并没有新增种球，我主要是想看一下它们复花的情况。那大家可以看到的，现在这些复花的正是白色重瓣洋水仙，它的花心中有一点点淡黄色的点缀，我觉得是十分清新可爱。说起洋水仙，我其实在这一片区域这一个柿子树下种了非常多的普通的黄色洋水仙，但不知道为何缘故，它就一直复花性越来越差。我原来以为是因为这个光照的原因，但在同一片区域下面，这一个重瓣的洋水仙却能够很顺利的复花，让我觉得也许光照并不是它首要的因素，也许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它的复花不佳。那除了洋水仙这一片正在复花的，还有这一个雪滴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切花花圃。我在这里4个台升的花箱里面种植了今年尝试的一些新的草花，主要是用作切花的用途，包括是金鱼草、紫罗兰、洋牡丹，还有一些其他草花。听老师的说，我觉得今年我这个并不是很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实在是太干旱了，我们这里整个1月都几乎没有下雨，而这些刚种下去的小苗其实还是挺脆弱的，没有了雨水的滋养，我又没有开滴灌系统，它们其实都挣扎着没有办法吸收到水分。因此许多洋牡丹都是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强壮的，它们也开始打花苞，但总体来说并不是很成功。那相对来说，紫罗兰我觉得它耐旱性还是挺好的，这里其实种植了好几种不一样的紫罗兰，现在的这一个桃红色的是一个园艺品种，它是单瓣的紫罗兰。那接下来看到的这一个颜色非常特别的、非常鲜艳的紫色，正是一个银莲花。趁着雨前，我把银莲花、紫罗兰、铁筷子、洋水仙做成了一个花束。那它们也是我在2025年的第一束鲜切花。
那看完漂亮的花束，我们接着开始劳作。在以往的冬天，我其实都不会浇水，因为雨水就足够的能够浇灌大地。但今年实在太干旱了，我自己也疏忽了，因此我有一棵薰衣草就这样在冬天枯死了。我用了大概2秒钟，伤感了一下，很快我就觉得也挺好的，我多出了一些空地，能够尝试新的植物。但至于是会种怎么样的植物呢，我还在思考，我想好了会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这一个呢，是之前说过的伊雷萨斯特，它从半米高的小苗长到现在这个样子，只用了不到2年，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它很强健，整个生长季都没有管它，也没有施肥，但它居然也长出了许多新的笋。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一些是它今年的枝条，有10多根。去年因为它实在是长得太猛了，它把一个比较细的爬藤架给压翻了，因此今年我没有办法能够安置它，就把它塞到了这一个墙角的边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它的枝条居然横拉都快接近有4米了。我左边是把它用铁线牵引到一个新的爬藤架上，然后在它的右方呢，我是用了一个 Costco 的爬藤架牵引了几根主枝，但是其实还有2-3根很粗的枝条没有办法牵引，那我就只能又把它侵占了一下这个本来是想给印象派搭的拱门，但现在是先借给伊雷萨斯特他先用一下。那其实到达了春天院子也是日新月异的，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就在剪辑视频的今天，我居然发现绣线菊它开了。接下来我想我会更频繁的更新影片。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同时希望您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